这一趟呢，就来香港考察香港医疗人员的薪资待遇，15万到20万台币。我觉得香港人的沙很燥热，这边的沙就是比较偏鲜红，这边有褶皱，下面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圈白的，是它这边有一些是那种小富贵包，然后你的整个大肠的地方是比上面更燥，而且更纷乱。水要喝啊。好。这蛮严重的我好痛哦。身体的伤，沙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。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我们今天呢，所在地不得了啦，我们出外海啦。我现在在香港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在思考，每个礼拜都会有香港的朋友来到我们台湾北中南来刮痧，几乎每天都有。我们也有香港的学员啊，香港要静静的啊，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来香港发展呢？所以我们这一趟呢，就来做香港考察。等一下呢，要来去找我们香港的朋友，他是我们去年的学员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拜访他家。我觉得很期待，没有看过香港的人的家，好像感觉会很小，但不知道他家会不会很小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觉得他这边很像商业大楼，这就是他们住宅区，我自己是觉得蛮酷的。然后刚刚下面一样有管理员，很像那个包租婆的 feel， 就港片有这种天井的概念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的查理。大家好。哇塞，第一次来香港朋友的家哦，这个老人好可爱哦。你也太多了吧？对，蛮多。我喜欢收集公仔啊。哇，这边还有有一堆。后面还有一只猫。对，它叫安娜贝尔。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很小。这里算是还蛮宽松的了，一个人住的话。刚刚有一个厕所，猫的游乐区。对。那边还有一个小块算仓储区吗？这是书房，但是没有书在里面，只有植物。OK。对。这边还有一块。然后这边的后面是，这是我的房间哦。你今天来是卖房子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很好奇啊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干嘛？对，刮痧吧。对，你准备好吗？你的身体？好像没有有点害怕。我现在进来查理的房间了，欢迎查理。我是查理，是香港人，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啦。也是医疗人员啊。他其实是我们上一届，就是2024年的学员。那你当时候怎么会想要来学刮痧？因为是我同事想要过来学，然后我就说好像蛮好玩的，然后我就去学。其实我没有刮过痧呀。真的哦。对。那我要问一下，好。香港医疗人员的薪资待遇，物理治疗师的话，刚毕业大概15万到20万台币吧。这样年薪就快200多万哎！以台湾来讲，物理治疗的学生刚毕业，以一般诊所1个月大概4、5万，差不多。我们讲均值啊，那可能看地区啊，有高有低这样子。所以到这边它是到可能快200，可能大概到3倍。但是这边的物价怎么？这边物价是不止3倍哦。刚刚我们有看空间，其实蛮大，这大概多大？400多。我觉得好像有到10几平了吧，差不多的租金范围。如果是香港的话，大概是15000到2万块也有，6到8万。那一年快100万台币，所以你好像算领200万，但你有100万就差不多快被房租吃掉了。可能有你们还会扣什么税吗？薪水的话也是有税的，大概10几%吧。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也有去拜访，就是会计师，因为我们有想要来这边开店嘛。那我必须要说，在香港成立公司跟税务的部分，我觉得比台湾便宜。应该吧，应该好像是。对，因为其实香港是没有营业税的，它还是有 receipt 就是收据，但是它是没有发票，然后它是直接看营所税是多少。以公司来说，好像看起来是会比较节省，但是以个人来讲，可能税务上累进税啊，如果你薪水比较高的话，你交这个比例可能比较高一点的。OK， 所以我觉得香港居整体虽然看起来钱比较多，但是是不是生活品质有比较好这件事情，好像还是一个问号。但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觉得香港还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地方。对，也可以啦，我们欢迎大家。那我想要再问你，上次学完刮痧课程之后，你现在有在帮自己刮吗？
有啊，我也有帮朋友、帮我同事刮，然后就被我发现他不是我们的器具，被发现，只有一次哦，因为他那一张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的毛孔怎么会这么打开很好恐大怖哎！你也发现？对，一定会发现，因为只要不是用我们的器具，其实都会被发现。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今天你希望我帮你刮的？我觉得我这边脖子的位置是很紧一点。那还有吗？肩膀吧。那一样，我们跟看演唱会一样，准备好你的尖叫声。那我们就张惠妹吗？他有点太嗨了。香港的声音在哪里？那我们就开刮。那我们现在让我们香港朋友脱衣服脱好，准备好了。对。首先在脖子这边一样有一条折痕，可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应该算第一个来宾在头皮这边有褶皱。通常如果这种褶皱比较多的话，头盖骨的压力就会比较大，比较担心血压如果比较不稳定，那可能有血压比较高。晚上如果不睡觉，其实对于血压本身就不是很好的因子。另外一个是我发现，上面的头发比较少一点点，想要去植发了。但我先跟你说，有时候植发不见得效果好。我们曾经有个案，他植了之后还是没有长得很好，就刚好被我发现。之后我就跟他讲说，用无痛刮一下，因为他只要毛囊在，我们刮刮之后，头皮下面的血液循环好一点。其实我是觉得我有变多一点，因为我有在刮。然后你有在刮？对，平常都有在刮。好，今天我也帮你刮一下。好啊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肩膀其实是蛮宽的。肩膀宽其实有个身体的潜台词，就是蛮可以扛责任的啊，好恐怖哦！什么叫好恐怖？奉劝大家，如果要找另一半的话，可以找有肩膀的，肩膀比较宽，不要太窄，它真的比较会扛住事情。那我们往下的话，它的胸椎这边是偏平，所以平常可能比较容易让自己抬头挺胸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肩膀是比较圆肩，但它的背真的偏平，这个有点奇怪。这我等一下可能会来看一下。腰椎的部分我倒觉得还好，然后两边在阔背肌的部分其实有一点点冰凉。然后他刚刚在脱衣服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有瞄到肚子，我就跟他讲说 no OK。看起来其实在前胸的部分还有手臂其实是有在做重训。我们做重训的话，不外乎大家会想要第一个是肌肉力量好，第二个是身形是好的。但如果说你做光重训但没有放松，它就会变气胀石头人。好，那这个就会对重训效果没有很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刮。好了，我要上油了。然后我们一样从脖子后面开始刮，然后像这个我等一下会去做加强。你还好吗？好像没有很好。我才光刮2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还可以吗？我忍耐一下。好，你忍耐。这边很痛，这边很割，很痛哎。我们通常在出痧瞬间会是最痛的。是蛮严重的哎。你平常是有在去给人家按摩或干嘛？没有啊。没有哦，这个肩膀很大一个哎。其实你的痧还是偏重，现在目前是暗红痧。好，换这里哦。现在开始往下顺。好啊。是不是跟你平常自己刮的力道？对，力道很强啊，老师，果然是老师。对，我现在输出我的功力在你身上，肩膀超硬，你还好吗？可以啊。这边整个都是，这边感觉起来跟重训比较有关。但你现在整个背啊，也是比较偏肌肉酸痛代谢的痧。然后这个手这边整个肿起来，这里，这叫棘下肌的地方。我们旋转肌群这边其实是比较严重的。左手已经刮完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会，你现在整个背好像在烧一样，你有觉得超热的吗？有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上半部的痧，上面这边的痧偏鲜红，就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刮下去或什么，而是它这边的痧就是比较偏鲜红，这边有褶皱，所以褶皱的痧原本还有黑点痧在这边，这本来就是容易褶皱的地方。下面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圈白的，是它这边有一些是那种小富贵包，你会发现它这边刚好就有一个凸起，因为它在这边摩擦可能会比较多，所以血液循环就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它都被封锁住了。那从这边往下的话，这个地方的痧也是比较深的，那它是走胸椎，那因为它的背是整个挺起来，所以这边的痧比较深，我觉得算是很合理。然后我是希望说，它这边的痧刮完之后，你可以练一点拱背。就跟你们家的猫咪一样，就这样拱，对，拱这边，不要拱肩膀，因为你肩膀其实是蛮圆肩的，单纯胸椎的地方可能要让它往后拱一点点。旋转肌的部分的话，左边是有受伤，因为这边是一大球，很硬很硬。那以右边来讲，我们刚刚这样刮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虽然说有痧，但是没有像左边这么的深，所以整体来讲，左边好像是有拉伤的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痧图是这样。好，那我把肩颈刮完之后，我接下来刮腰咯。然后因为你的腰啊，其实一来是你现在坐着，可是呢，帮我把那个腰挺直，
你会发现角度其实还是偏小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大概刮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会很痛。好，那刮完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你排便可能会好一点。因为如果说肚子会比较大的话，其实刮剑尾椎的地方其实蛮好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哦。好，这边应该是还可以啦，对，但是整体来讲偏冷一点点。是不是就这里？对啊，就这里。所以就久坐的地方，好痛。而且这边的沙是比较滑的，所以感觉应该是会有点小拉肚子。这边如果要大便，应该会是走拉肚子的方面。这边应该现在应该还好。但是这边刮刮之后曲线应该会比较 fit， 好吗？好，那这边应该就会痛，这个应该会痛。我演练一下。好，我先涂一点柔沙油，你可能就不会痛那么久。好啊。那你整个沙好燥热，我觉得香港人的沙很燥热的也很多。香港的天气吗？在经纬度上比较像台湾的中南部的那种天气，阔背感觉有整大片拉伤在这里，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。像这种我们就会用柔沙油，所以一定要让它用好一点。我觉得香港人其实也很爱刮痧，因为刮痧其实很容易除湿，就是排身体的湿气。对，你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你看你现在这边是不是超热？对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刮另外一边。好啊。然后你的整个大肠的地方是比上面更燥，而且更纷乱。它这边的红是比较均匀的红，可是这边的红里面还带很多的白点。像这边也是有白点，为什么呢？就血喘不好是啊。但是这边要比较小心，第一个当然是排便嘛，再第二个其实是射护腺，因为这边是男生的泌尿生殖系统，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子宫跟卵巢，水要喝啊。好，因为在一般医院工作，其实我们也都比较难喝水，很痛哦，好痛哦。好吧，喊出来吧，像来听演唱会一样。右边比较顺，左边会很痛哦。我。可是你会久坐吗？不然这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你尿尿不会有那种尿不干净的感觉吗？好像还好哎。可以的话，还是可以用一下医院做一下检查。好啊。因为这边的沙整个都是空白的。好。很奇怪。好，我先帮你再涂一点油。好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背的沙图。上半部通常会去看心情，那一个人急不急躁，我们看上面。那以你来讲，因为毕竟我觉得香港的气候还是偏燥热，虽然燥热，可是它还是会有它的直线型所以这个是燥热沙。而另外我们看到旁边，就它非常有肩膀它肩膀开阔，它看起来一点点的小纷乱的这种沙土，其实它比较偏向的是代谢沙，皮下组织其实会很容易囤积我们的脂肪，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，你今天又重训又拉伤了，你肌肉可能比较紧绷了，那我们身体对于这种伤痛来讲，它会囤积脂肪。去帮你做一个缓冲，所以这边的沙是比较重的，然后这边的沙很崩，就是很表皮。过我们肩胛骨中线之后往下，你会发现第一个它脊椎沙土是断点，所以这边血液循环没有到很好。那因为你上面你是挺胸的，可是你下面这边其实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血流的断点，因为你是需要熬夜，有时候是要轮班的，所以你在这边的血液循环就开始有断点，就从肝的循环，然后到最后肝胆脾胃胃的循环，胃的循环其实是看起来是真的是比较不好的，也就是说你其实没有很好的吃饭，你大概吃饭多快我以前超级快的，5分钟可以吃完，但现在不会啦，现在就有10到15分钟。那一般我会建议，如果说要吃饭的话，20分钟会比较好。好，因为我们吃饭是唯一可以控制的副交感神经。因为你睡觉，很多人是不好控制的。对，然后大便，很多人也是没办法控制的，就便秘到一个不行。所以只有吃饭，它相对一般人比较好控制的。但是在胃的部分 ，OK， 它空掉了。它空掉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，就是看排便了，就是我们大肠的反射。你从胃整个往下，全部都是属于红跟白相间，无敌纷乱。那你看呢，我们下半部不管是排便或者是吃饭，全部都是要放松的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其实比较少在放松。剑尾椎排便虽然每天都有排便，但是每天的排便形状大小还 OK， 还是说比较稀，比较像拉肚那种一颗一颗。每天都不同我们通常如果排便的话，就是假如说手指比个 OK， 那你这种比较粗的其实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完整的是比较好的。但我觉得在腰的部分没有到这么好，那就希望刮完之后呢是可以比较好的。好，真的无敌紧你的头皮。它的耳朵这边有一个很像割痕在这里，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。
但它是直接在那个褶皱上。左边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是这边都有报警。这边刚刚是黑猪跟焦黑鲨都有出来。你好像在训练重训的时候，左手好像是真的比较有受伤哎。右手的话，真的是比较有力的，所以就集中在左手去训练。这边啊，这一块也非常非常的紧。来喽，来后背。忍耐，这里很痛，胸部旁边很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